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元。那没有想到还是来了，这边就说重大消息，像死一样的匹配模式最后的受害者，以及胆小的489和606结盟王国，轻松的击败了对手，就是2377王国啦。不幸的是，2377王国已经灭亡了，我们又失去了一个 S 等级的王国。这封邮件发布的人就是2377的国王，之前有介绍过，这里就说到漫长的告别，这里跟各位打招呼。他怀着无比伤心的心情发了这封邮件，那他后面这个括弧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清楚了。他在2377已经战斗了7场 KVK， 经历了胜败，他的心情就像坐了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。他为了这个王国付出了一切，他来这里是为了体验仙夫王国的样貌。说实话，在成为领导者之前，他享受着每一秒，所以他会回到默默无闻的状态下，每天放松心情，不用担心其他的 drama。 面对匹配的问题或者是其他各种的问题，在 GT 这个王国已经死亡了之后，全部人都在问这谁会成为王，但是在 DC 里面毫无声音。他说如果能够让其他的领导层回来，那他就会回来。那时候大部分的玩家都已经发布了2377已死的贴文，他看到他们第一次注册的时候已经有30个人离开了，所以他就问了他另外2位成员，一个叫 Queen， 一个叫 Mars， 他们明天就必须要加入 KVK， 就是报名 KVK， 或者他们就会完蛋了。在几个小时之后，他们就进入了配对。在关卡4的时候，他们有95位真正的战士，再加上3473，可能他们的盟友应该也没有想到为什么他们的人会这么少。他们发生了一场不应该发生的场景，没有人知道这个王国究竟伤得有多重。或许他不是最优秀的国王，但绝不会在战斗中退缩。讽刺的是，这恐怕就是导致他们灭亡的原因。如今的万国觉醒匹配系统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公平，付费找代打是必要的条件。当你的社区每天都在变化，甚至每个小时都在变化的时候，你要如何建立你的社群呢？但事实上就是你不能。然后最后那一句话，因为它的截图有点短了，可能它的完整句子没有出来，所以这边翻译也翻译不了什么东西。因为他这边所说的就是我想要在先锋王国生存，就是没有什么的前提下在先锋王国生存，我只能这样子翻译啊，因为看不到后面的句子。下一个是另外一封邮件，因为这边可以看到有3封邮件嘛，标题是继续走下去。对于这一次的 KVK， 从第2次外交失误开始，他就知道不太可能会赢了。有很多人说再来一次2v7，为什么要获得奖励？我知道606和489都想要他们灭亡，这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合情合理。不过他要提醒大家要谨慎选择这条路，因为他可能会破坏游戏的不平衡。然而为了游戏的未来，他衷心的希望93、606和489王国能够找到出路。先锋王国之间的对抗是这一款游戏里面最精彩的部分，衷心祝福他们能够延续这份精彩。他们近期面临到的问题很简单，讽刺的是这正是他们在2v7的 KVK 中敌人向他们提出的重点问题。他们要继续待在区域4或者是战斗，他们所谓的区域4就是关卡4里面啦。他选择战斗，永远都不退缩。尽管在游戏规则中国王不应该如此行事，因为战败就意味着失去奖励，失去奖励就意味着失去战士，没有战士王国自然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。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现在的情况，他已经竭尽他所能了，可以说在这2次的 KVK 中幸存下来，虽然痛苦万分，但却是一个小小的成就。王国的成功并非于他，尽管他自己也是一个好战分子，但是他要感谢的传奇人物就是之前的国王 Shut， 教会他太多游戏之道，让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如此的特别。他也要感谢 Queen， 是他的理智的精神支柱，是王国管理的核心，是他的朋友。感谢 Mars， 就说到他是游戏里面的顶尖高手，虽然他不是战场之王，这边应该是讲他那个野战的表现虽然
不是很厉害啦，但是在管理农场队伍还有担任他的顾问方面功不可没。然后下面还有就是列出了其他玩家的名字啊，这边就不一一说明。那么最后他标题这边没有截到图了，不过这边就说是已经结束的意思。最后如果没有这些领导层或者是团队的话，这个王国根本不复存在，世界上很难再找到像他们谦虚的战士，他们都是不在聚光灯之下的人，甚至在万国觉醒中并不是很多人都认识他们。简单的来说， Snake 和他的队伍就是神一般的支柱，神一般的辅助，无人能挡。如果不是他们的话，王国早就阵亡了。感谢各位的兄弟，很抱歉没有能守护你们倾力打造的一切。重点来了，接下来他们应该怎么办？他写这封邮件可不是为了要继续当国王，他将卸任国王的位置交给愿意接手的人。目前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，也不会指望有太多人会去接管国王的位置，所以他才选择现在发送这封邮件，而不是等到 KVK 结束之后，是为了尊重各位未来的规划。至于他本人，就像前面所说的，本来他不是打算要在这个时候公布的，但是这是应该要做的事情，他完全不知道未来他应该要怎么办。但愿那些离开的勇士们能够收获非凡的经验。至于最后那一句话，我不知道要怎样翻译了。那这边最后就讲感谢各位所做的一切，最后附上他的注明，然后后面的话就没有东西了，就是前面所讲的内容。那我搞了一个账号过来看，才发现到原来他在这封邮件之前还有发了一封就是关于 KVK 的事情啊。简单的来说就是还是抱怨匹配的问题，但是他们也是接受了并且去战斗，还有就是感谢其他阵营的王国之类的，还有恭喜2489跟1606他们成功了。然后我也找到了刚刚那封邮件截图到一半的内容了，这边我们可以接着看下去。他这边所讲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做到希望先锋王国生存下来，同时又不破坏这个延续多年的游戏精髓，他简直太愚蠢了，居然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。这封邮件之后 S 等级的王国数量只有3个了，或许他们会在他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，也祝他们好运。对于其他的邮件的话，基本上内容是一样的，因为后面这2封邮件其实比较短一点了，只是前面这封比较长一点。那其实这边也是要稍微讲一下，在登峰造极还没有开始之前呢，其实2377中途又离开了大概7位玩家左右。其实在 KVK 途中离开，这个是大忌来的啦，我也不建议大家做这样子的事情。他们给的借口就是他们想要去别的王国拿登峰造极皮肤，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太可行的啦。但是依旧还有不少玩家还继续留在2377了，但是我不确定俄罗斯父子他们之后会怎么样，因为这一场 KVK 其实他们有很多时候就是很生气啊，发生内讧啊，并且我这边也是稍微的透露一下，有一些玩家其实已经联络我了，就是2377的玩家，他们打算移民去某一些王国，所以是已经可以确认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啦。那他给我的理由就是俄罗斯父子那边太难搞了。至于 KVK 匹配的问题，其实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讲过了，匹配的问题是一直都存在的。尽管这样子分配就是1606跟2489合作，然后2377跟 G3 阵营合作会比较公平一点，但是也只是比较公平一点，而不是完全的公平。因为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2377跟2489战斗的时候，其实双方还可以接受了，就是差距不会说特别大，打得有来有回。但是你看到1606跟 G3 阵营那边打仗的时候是完全碾压的， G3 阵营是完全没有机会反抗606的，尽管 G3 阵营的人数也是很多。而且匹配的问题这个也不是第一个了，也不是最后一个，像近期我们也是有看到的一场 KVK 1093跟960 1818还有2293的 KVK 也是这样子，这个匹配明显是不合理的，所以才导致成最后他们全部人都选择不想要打，甚至搞到960又再一次解散了。1093会不会有机会打架都不知道。假设说长期这样子下去，一直没有人想要跟1093对抗，那最后1093的命运会变成怎样呢？难道又在解散吗？之后就没有先锋王国了，只剩下一些虚假的先锋王国，只有战力高的而已。游戏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？各位还记得之前1254他们解散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匹配的问题，960解散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匹配问题，第二次解散更是因为这一次匹配的问题。关于匹配的问题，我也是一直都有在跟客服那边联络，跟他们讲这件事情，但
但是他们一直找不到能够完美解决的方法。或许这样子持续下去，以后我们的 KVK 真的只会变成这样子而已，就是一大堆王国全部挤在一个阵营里面。说实话，看到现在这样子的情况，我已经开始想念以前的那种超级先锋王国了。比方说1846、1860、1307、1254、1365，他们的巅峰时期都是有4个联盟，甚至更多6个联盟。但是如今都变成这样子了，没有先锋王国就意味着这个游戏就没有太多的热度，因为玩家关注的战斗基本上都是在先锋王国。但是先锋王国要继续留着，要继续成为先锋王国，所需要的代价是很大的，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、精神去维持先锋王国。就像我所说的，有很多东西其实都已经太迟更新了，已经是来不及了。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国王发布的邮件呢，其实也不算是2377完全的解散了，因为他只是辞职而已，他也在等待有新的人选可以来接手2377的情况，可能会有点像960这样子。不管怎样，2377还是我很尊重的一个王国之一啊，毕竟他们是真的有能力可以打败960的。我是真心不希望2377解散了，如果连2377都解散之后，剩下的先锋王国真的就只有那几个而已了。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，之后应该会特别去关注一下2377他们王国移民的情况，有剩下多少的玩家，有哪一些玩家离开了，会特别去关注。至于各位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，有一些遗漏或翻译错误的地方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